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，今天是介绍一下接下来会出现的一些新的更新，还有 KVK 里面的更新内容。那么在上个影片我介绍了2位新的工兵统帅，包括秦始皇还有沙普尔一世的技能介绍，那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上2个影片，这里就不再重复说明了。那先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活动，就是秦朝的活动。首先就有包括7天登陆，那这边最新的统帅就是拿到白旗，如果你们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拿到秦始皇是不行的。那当然我相信有部分玩家是已经把白旗给觉醒了，那么也没有关系，你们可以换成其他的统帅，不一定要换成白旗。下一个活动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在天堂之下，那我们可以翻译成天下皆有。这个活动的主要玩法就是每一关慢慢去打的，你们需要模仿成秦始皇，当作是自己的天下，你必须要占领每一个州属。当你们挑战完所有的关卡之后，就会解锁困难模式，系统会根据你获得旗帜的速度，完成每个州属的速度来进行排名，这个是根据你的王国排名了。那要怎么样去玩这个活动呢？你们可以把这个活动当成是回合制的活动，就是你在进行的时候也是会有敌人跟你同时进行，那也要看谁拿的旗帜比较多，然后你可以选择每个中立的领土去打。当你们打下了一个区域之后，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士兵，招募士兵，这个有一点类似像三方问鼎这样子啊，你打完一个队伍之后，那个队伍的兵力就会变成你的，同时间你也是可以去进攻敌人的。只要打赢之后，那个区域就是属于你的，然后你们每一次拿下一个区域之后，都会有一些辅助技能啊，或者是道具之类的，你们就可以使用在其他的区域上面。还有为了防止活动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啊，所以在活动结束前的15分钟就不可以再玩这个活动了。玩法大概是这样，下面就有说一些辅助的道具，其中就有包括你可以选择一个区域，然后减少20个部队，你可以选择敌人或者是中立的区域，让区域增加20个部队，但是只能选择敌方的区域。这个就是官方的截图啊，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这有分成7国，然后你们可以选择哪一个区域来战斗。进入到地图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，你们可以看到每个区域有多少的部队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敌方他已经占领了多少个区域，你自己占领了多少个区域，你可以一个一个慢慢点。我是感觉这个活动应该还蛮有趣的。接下来是收集材料，那我看这个图片好像是不同国的钱币啊，这个我不太清楚有中国的玩家可以帮我补充一下。然后你就可以换成元币，只要打野蛮人就可以收集到这些道具，那你也可以跟你的队友换，这个有一点像我们打签字的时候的毛笔口袋这样子，兑换之后可以拿到蛮多东西的。除了这一次活动所需要的竹简之外，还有包括资源、宝石、其他的东西，包括银钥匙之类的。竹简的作用就是拿去兑换这一次的奖励，除了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加速资源之外，还有包括饰品。这一次的城市装饰品就是一个鼓啊，那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打仗呢都是要击鼓的，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他们这一次的城市装饰品就是一个鼓。并且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兑换秦始皇的雕像，也就是说玩家不需要等到下一次转盘的时候才拿到秦始皇，你们可以提前拿到秦始皇的雕像了。那这个活动它会给你10颗雕像，剩下的690个雕像呢，可能你们要用通用，又或者是要等到下一次转盘的时候才去转秦始皇也可以。所以哪一些玩家手头上现在有大量金头的话，就可以马上把它给觉醒了。至于这一次的活动就是之前有说过的7000宝石活动，在你们打了野蛮人之后就会拿到这个灯笼，然后这个灯笼就可以拿去提升。当然要获得道具也没有这么容易啊，所以有一些玩家可能会通过这边的第3排去购买，又或者是你们可以购买礼包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如果你们想要拿这一次城市皮肤的话，就必须要解锁第2排的7000宝石部分。那这边是步兵防御力提升 5%， 采集速度提升 5%， 这个在之前有介绍过了。关于这一次的皮肤还有登峰召集皮肤，在之前的影片我就已经有介绍过了，所以这边不多做赘述。还有包括登峰的头像框、名牌之类的。这一次的活动就有包括将星特惠、真香市集还有钓鱼活动。接下来就是关于 KVK 的一些更新还有说明了。在之前杜拜线下见面会的时候，其实策划已经透露了之后会缩短 KVK 的时间，原本84天的 KVK 行程变成63天了，因为他们把前置的时间放入在 KVK 里面了，你们进入到地图之后才会开启前置。它就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更新的，原本我们需要等到16天之后才可以报名下一次的 KVK， 现在也是移除掉了，你们在 KVK 结束之后2天就可以开始报名新的 KVK 了。所以大家也不需要等太久，但是把这个16天的等待时间移除掉是好事情吗？大家都不需要休息了吗？官方想赚钱吧。
还有就是前置的问题啊，其实有一些玩家感到反感啊，因为前置的活动需要消耗体力，然后进入到 KVK 又要消耗体力。玩家原本他们是想着去到 KVK 里面的时候才拉野蛮人啊，但是变成他们现在又要打劫掠者了，就变成说可能拿到水晶的速度不会这么快，或者是比较少一点啊。由于前置已经是在 KVK 中进行了，就变成说我们后置的3阶段呢也是要做修改。2阶段原本是打野蛮人跟野蛮人承载的，现在变成捐献加速。那根据官方这边提供的截图来看呢，其实建造加速跟研究加速都是可以捐献的，但是捐献也是有上限的。那如果根据他们这边已经捐献的情况来看的话，最多是可以捐献15万。如果没错的话，每捐献150就会拿到一个箱子。那这些就是箱子里面的奖励啊，就包括资源、加速、宝石等等。接着就是大家一直在抱怨的，有很多加速都没有用到了，所以官方推出了这个活动，你们可以把你不要的加速拿去换成别的东西。但是你的城市等级必须要到达25等级之后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，用小号是不可以的。然后每一个不同种类的加速都有自己的限制数量，并不是每一个都一样的。这个就是进入界面的时候看到的情况啊，也是看到大多数建造跟研究加速啦。那一般的加速能不能捐献我就不清楚。在你捐献了这些加速之后，其实可以换成积分，这个积分是拿去商店兑换的。但是它兑换的比例是多少，我暂时还不清楚啊，这个可能要等到活动出来之后我才可以计算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包括训练加速、治疗加速还有资源，只要你那个加速的时间越大，就比方说24小时的话，你就只能换到20个。时间比较短的，就比如说1小时、3小时、8小时，你可以换到的数量就越多。接着就是 KVK 的部分啊，在之前公告有提到过，英雄战歌之后可以自己组队了。这里的组队规则跟神级庙车差不多，只要你是 S 等级的王国的话，你就不能跟别人组队，你只能1个人而已。但如果你是 AB 等级的话，就可以2个人组队，但是你一个队伍里面必须要包含 A 跟 B， 不能2个 A 或者是2个 B。CD 等级王国的话，就必须要由4个王国组在一起，2个 C 2个 D。为了公平还有平衡性 ，SAB 只会出现在地图里面，不会有 C 跟 D 出现。C 跟 D 等级的地图只会有 C 和 D 而已，不会有 SAB。会以这样子的方式进行匹配组合，然后分布到4个阵营上，所以这4个阵营的实力不会相差太远啊。再来就是匹配评价了，那你们可以自己打星星，觉得说这一次的匹配结果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很满意的话，你可能可以放4颗星、5颗星。但如果你觉得这一次的匹配不合理，你就可以给2颗星、1颗星。在你们打了星星之后，就会跳出这个系统界面，就询问你能不能接受这一次的匹配结果。这里有包括接受或者是驳回，如果你们选择了驳回的话，就会取消这一次的 KVK。那当然也是要其他王国也是取消才可以啊，如果有其他王国不取消的话，就不能取消。并且系统会告诉你，如果你取消了这一次的报名之后，下一次报名的时间是什么时候。这个操作就可以减少 KVK 匹配不合理的问题啊，就比方说像之前960的 KVK， 一个王国的击杀等于全部阵营的击杀，这个太不合理了。所以在更新之后，你们遇到这样子的情况，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取消这一次的 KVK 匹配结果。那么以上就是官方那边所放出来的一些消息，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了。那其实国服线下还有爆料一些东西，这个可能我之后再做一个影片说明吧。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？如果有哪些翻译错误的地方，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